大家好，我是老宋。很多朋友都很期待老宋这一次的跨年旅行，不过今年不去北海道了，因为跟家人一起，所以选了一个暖和的地方——新西兰。说起来 New Zealand 这个名字的翻译，其实在台湾、香港一般被叫做纽西兰，跟纽约一样采用音译的方法，也是比较早期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叫法。而新西兰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偏意译的叫法，不过容易跟新加坡的新币或新航搞混，所以也常会听到纽币或纽航这样的叫法。另外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似乎是两种叫法都有。有没有当地的朋友说说你们一般是怎么叫的？尊敬的各位旅客，欢迎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南半球因为是正值夏天，所以应该算是旅游的旺季，机票自然很贵，最终选择了国航从东京出发，北京转机，然后飞往奥克兰，往返差不多要1万人民币。果然北京是会比东京稍微冷一些，这边好像外面是0度吧，现在。今天因为晚上是0点的飞机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半左右，所以就不打算入境了，直接走转机通道，然后等晚上的飞机。今天坐的是0点25那一班，到奥克兰的。走了一圈，不太明白为什么首都机场他们这店全都是关的，明明现在也才6点多，不到7点，免税店也都是关的，还挺奇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来得太晚了，菜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些蒸饺和包子。北京飞往奥克兰直飞的是波音7879的客机，北京时间凌晨0点25出发，飞行12个小时，当地时间下午5点25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。15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就记得海关检查非常严格，申报单很详细，也被要求开箱检查。现在已经变成了电子申报，虽然同样严格，不过效率似乎提高了很多，而且全部是电子自助通关。虽然时间上变快了，不过总感觉稍微少了点仪式感。老护照里的入境章现在也已经开始慢慢绝迹了，大家会觉得遗憾吗？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挺遗憾的。有时候翻老护照，看到上面的章，会回忆起曾经的一段旅程。现在的护照都是空白，很多过往回头似乎自己都忘记了。今天真的是天气不太好，一直在下雨，然后现在在这边叫了一个 Uber， 等那个 Uber 过来。今天订的是这个 Ibis Budget， 在市中心的一个比较便宜的酒店，房间真的很小，床特别小，真的很窄，我觉得应该1米左右吧，1米宽。视野其实还可以，它刚好就在市中心。它这房子挺有意思的，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厨房，感觉挺像日本的那种小型公寓里面的厨房，然后底下有微波炉、冰箱，上面还有电磁炉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然后里面这边就是浴室，就非常简单的这种。说起奥克兰，我其实没什么游客记忆，几乎都是工作。这是我以前打工啊，今天没开，本来想要吃这家拉面店的，以前打工的地方，但今年没开。老宋15年前来新西兰 working holiday，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奥克兰的这家日式拉面店里做夜班的兼职，主要负责点单收银。很小的店，晚上一般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位日本厨师，2个人配合，忙的时候我也会帮着切菜、热酒、煎饺子。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啊，
不过我现在都很擅长做日式煎饺。因为都是年轻人，闲的时候就聊聊天唠唠嗑，氛围挺开心，大家感情也都不错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也常会在日本一起聚一聚。通常夜里2点收工，清洁打扫完快3点，回去洗漱躺下基本就4点了，然后就拼命让自己赶快睡着，因为早晨8点又要起来做另外一份清洁工的兼职。中午吃完饭困了，下午再稍微补补觉，晚上继续上班。就这样整整干了3个月。酒店提供早餐，不过不是在酒店里，是跟附近的咖啡店合作，客人可以拿着餐券到咖啡店任选一份套餐，倒也是方便。吃完早餐，开始正式的城市观光。说实话，之前虽然在奥克兰住了3个多月，却从来没有以游客的身份逛过这座城市。前面应该就是奥克兰的地标天空塔。天空塔当然是知道啊，不过真的是从来没进来过。以前在奥克兰工作的时候，有很多同事他们都会说到这个天空塔底下的赌场来赌钱的，经常聊，但我真的从来没来过，第一次来这地方。这路上还有一家西安餐厅，2盆一个11块，然后泡馍17，这跟日本价格差不多。肉夹馍8块5，真的跟日本价格差不多。印象中应该就是这幢楼，但我现在不太确定它还是不是学生宿舍。前面也说了，除了拉面店的工作，还有一份打扫的工作，就是在眼前的这幢楼里。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家酒店，不过当时是一座国际高中的学生宿舍楼，住的基本都是来自亚洲各国的学生。老宋负责在上午的时间打扫大楼一部分的公共区域，没有工资，不过作为回报可以换来一间带有独立卫浴的房间，免费住宿。所以就是白天靠打扫解决住宿，晚上在拉面店赚生活费。虽然不富裕啊，日常开销是足够了，甚至还存了点钱，为3个月后离开奥克兰去旅行做着准备。然后往下走的话就是 Queen Street， 然后一直走到码头那边，游客比较多的。所以这条路真的是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。果然到这边的话人就会多一些了，刚刚那边还是有点太靠上，往码头的方向。请问你在国内咱们不都入过党团少先队退了吗？早退早平安，是党员吗？打了个车来这个伊甸山。逛完了市区的部分，下午打算去附近可以俯瞰城市的高处走走。伊甸山应该算是奥克兰最具代表性的火山之一，也是俯瞰整座城市的最佳地点。它是一座休眠的火山，火山口保存得非常完整，站在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巨大的碗状火山坑。这里不仅是自然景观，也是新西兰土著毛利文化的重要圣地，过去还曾用作防御性的聚落。沿着缓缓上升的步道可以继续往高处走，途中看到的是草坡、火山岩与城市街区逐渐交织的景色变化。到了山顶，奥克兰市区、港口和远处的天空塔尽数眼底，视野开阔，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。遗憾的是天气不太好，不过这也让第2天的晴朗变得格外的难得而
令人喜悦。今天天气真的是不错，终于放晴了。昨天一天都是阴雨天气，不过一大早就被这个警报声吵醒了，好像隔壁的这个酒店应该是火警的警报吧。看起来酒店里面的所有人都出来了，站在大街上。感觉人还挺多的。今天要从港口坐船去德文港。德文港不是一座岛，而是奥克兰北岸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海滨小镇。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、不错的咖啡馆、小店和沙滩，让它成为了很多游客和本地人周末短途出游的首选。从奥克兰市中心的轮渡码头出发，大约每30分钟一班，航程非常短，大约只需要13分钟即可抵达德文港码头。中途可以在船上一览奥克兰的城市天际线、港湾和远处的大桥，很适合拍照，也可以享受短暂远离城市的清爽。提醒大家可以在码头现场买票，不过买票的价格来回是23纽币，如果直接刷信用卡来回仅需14纽币，所以备一张可以 touch 的信用卡非常重要。从山上下来，可以去尝尝当地一家很有名的冰淇淋。新西兰和北海道一样，都以优质的乳制品闻名，冰淇淋味道自然不会差。另外，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小镇中心的图书馆，设计非常现代，用了大量的木材和玻璃，里面光线明亮，环境舒适，既能休息一下，也能眺望远处的海港景色。奥克兰这座新西兰最大、最具活力的城市，人口约180万，整个新西兰全国总人口的1/3都住在这里，也被誉为千帆之都，三面环海，所以其实市区内我觉得最能代表这座城市气质的还是港口。这里夜晚尤其热闹，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，都会来这里选一家酒吧或餐厅，聊聊天，吃点美食，感受这座城市的轻松和悠闲。运气好的时候会碰上火红的夕阳和晚霞，橙色的光从天空倾泻而下，
洒满整个水面，把整个城市的天际勾勒得更加清晰。权当这晚霞是欢迎我时隔15年回到这里，也祝福大家的2026如同这晚霞一般美好而绚烂。下一集我们将飞往南岛的基督城，去看看这座在大地震后重生的城市。